怀孕3个月被婆婆推倒在地，还说以后不寄望于我。几年后报应来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早于婷驾车离开小区地下停车场时，却意外地发现婆婆神秘地提着行李，老太太一脸疲惫，让她立刻感到这次情况似乎不同以往。两人之间的纷争并非一时之间能解决。于婷心想，摇头摆了摆发，戴上墨镜，仿佛置身于职场顶峰，无所畏惧。她轻踩油门，欲速离开，却被婆婆意外地扑了上来。于婷急忙刹车，老太太则倒在地上。于婷心中暗自嘲笑，老太太真是老手，这么多年来丝毫未变。即便在这种情况下，也游刃有余。车内陷入僵局，3伏天的骄阳烈日让人头昏脑胀。老太太躺在地上片刻，见无人搭理，于是起身坐了起来。突然，她拍了拍大腿，擦了擦脸，然后把鼻涕一甩，落在了车窗上。接着，一系列连贯的动作接连而至，开始大声嚎叫。听着老太太的声音，于婷感到一阵头疼。周围年轻人拿出手机，似乎要录视频，她只好匆忙下车。现如今的网络环境实在是让人棘手，一旦被拍成视频，可能就会被扭曲成为仗势欺人的坏女人。她不禁担心，到时候会遭到各种攻击。下车后，她摘下墨镜。老太太一见到她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婷婷啊，妈眼花了，没认出来。你的新车什么时候买的？我儿子呢？快带我去找他。你不知道，你爸那个懦弱废物让我受够了。这次我是打算留下来的。婆婆大声嚷嚷，口水溅得到处都是。于婷冷静地拿起手机，给她的丈夫书豪打了个电话。书豪，你出来一下，你妈妈来了，你得想办法给她找个地方住。老太太一听，顿时急了起来，怎么，这里还有空房子，还要找地方？于婷微微一笑，语气带着讽刺，婆婆呀，您不是说以后不依靠我了吗？怎么现在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搬进我家了？老太太听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正要发作。这时书豪出现了，看见儿子，老太太的脸上瞬间笑开了花。书豪询问情况后，拿起行李就要往外走。老太太见状，赶紧又开始哭哭啼啼，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。儿子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，现在结了婚，有了新家，却嫌弃她这个乡下老母亲，准备赶她出去，连家门都不让进。书豪也是有面子的男人，听了便提着行李进了小区。于婷看着一老一少的背影，心头一阵气闷。她想，这样下去，她这个班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于是她把车倒回地下停车场，准备回去看看老太太又在搞什么鬼。当她上楼时，却发现老太太已经占了一间卧室，床铺得整整齐齐。她瞪着书豪，气愤地问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书豪摇摇头，无奈地说，这是我妈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又是这句话，每次一有矛盾，书豪总是这样说。于婷抓着头发，心头一阵烦闷。你难道忘了他对我做过的事？你居然还让他进我的家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只是来投奔他的，我并不指望你们。我儿子养母亲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你对我没有义务，同样，我对你们也没有，我们都不要指望彼此。但是我的儿子是我生养的，他必须承担起养老的责任。老太太口才似乎在这些年里进步了不少。于婷气愤得眼含泪花，往日的痛苦回忆再次涌上心头。
那时他和书豪相爱，无视家人的反对，决心要在一起。母亲当时曾经告诉他，书豪生长在一个偏远的农村，父母的文化水平并不高，婚姻是2个家庭的事，而于婷则是城市里的独生女，从小被宠爱，可能无法应对男方复杂的家庭关系，但是她无动于衷，坚持说自己就是喜欢书豪，如果不能在一起，她宁愿死去。最终，父母也无法阻止她。为了他们的婚姻，他们给她买了房子和车子，还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明确规定，即使婚姻有变故，书豪也不能得到任何财产。书豪当时也在父母面前保证，一定会努力工作，争取早日靠自己的努力给于婷一个家。然而这些年过去了，书豪仍然待在原来的公司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工作岗位没升，工资没增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。当初的承诺早已飘到九霄云外，反倒是于婷这些年和闺蜜一起创业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这使得书豪更有理由懒散下去。那为什么于婷如此憎恨婆婆？这件事情要从头说起。刚结婚的时候，她对婆婆照顾有加，真的是把婆婆当成了自己的母亲。新房装修好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婆婆接到城里来，把最好的卧室留给她，每天陪着她四处逛，看中了什么就买什么，从来不心疼钱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婆婆总是满口称赞她，称她为书豪娶了个既有钱又孝顺的好媳妇，甚至连老家的亲戚们也对她赞不绝口，觉得她是个好到不行的儿媳妇。这段时间里，老家的亲戚们纷纷前来拜访，而于婷则忙得不可开交，接待着这一波又一波的亲戚。无论是大舅家的孩子生病了，还是二姨家的房子漏水了，总有事情需要她的帮助。他们似乎觉得她傻傻的，但有钱，只要她开口，他们就能从中捞点好处。她一旦敢有所拒绝，那些亲戚们的责备声就像是要把她淹没在唾沫中一样。于婷虽然单纯，但并不是真的傻。渐渐的，她也开始觉察到这其中的端倪。下一次亲戚们再度前来时，她毅然决定不再拿出1分钱，而是把书豪推了出去。书豪虽然好面子，但工资并不高，很快就支撑不住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他就不再过问，也不知道书豪是如何应对那些亲戚的，反正他们再也没有来过。失去了亲戚们的纷扰，婆婆也不再对她挑三拣四了，开始指责她不懂得像个家庭主妇一样待人。老公一天辛苦工作回家，连杯热茶都没有，她不甘示弱地回答说，自己也一天到晚工作，累得跟狗一样，谁来给她倒茶？经过一番争吵后，婆婆开始说出一些难听的话，但她也不示弱。几番争执并未吃过亏，不久后，她意外怀孕了。实话实说，她并不是很高兴，因为她看透了婆婆那种贪婪的本性，对自己的婚姻已经失去了信心。当孕满3个月时，婆婆开始催她去做男女平衡的检查，她不愿意，故意刺激婆婆，说已经做过了，而且是个女孩。婆婆当场露出不满的表情，说道，女孩有什么用？长大了还像你一样，让房子车子钱财都便宜给了外人。这番话让于婷听得真切，她开始威胁书豪，这个家里要是再不把婆婆送走，她就会打掉孩子并离婚。书豪跪下哀求，请求她再宽限几天，她一定会想办法让婆婆离开。婆婆刚一踏进家门，便陷入了一场匪夷所思的事件。那日寒冷刺骨，路面被厚厚的冰雪覆盖。书豪的电话突然响起，
声音紧张地告诉她，婆婆被车撞了，希望她能前去现场查看一下。赶到事发地，才得知婆婆竟然是故意扑向别人的车辆，试图故意碰瓷。她心想，或许碰上个胆小好说话的人，还能捞上一笔。幸好那位司机及时刹住了车，否则在冰天雪地中的后果不堪设想。婆婆却丝毫不为所动，面对着围观的交警和路人，她竟然大模大样地声称自己被车撞了，就连监控视频都被她质疑是伪造的。她不紧不慢地拉过于婷，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家儿媳妇乃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国企员工，怎么可能会搞虚作假呢？这一幕让于婷至今难忘。那天注定是她一生中最尴尬的一天，恨不得地下能裂开一个缝让她钻进去。她狠狠地甩开了婆婆的手，面对着众人，她坦然地说道：我婆婆所说的都是事实，证据确凿，你们有什么处理方式就怎么处理吧，我不反对。婆婆本以为她会帮着一起撇清，却没想到儿媳妇竟然选择了沉默。愤怒之下，她一把推开了于婷，这一推让于婷的孩子永远消失了。书豪也是个果断之人，得知事情后毫不犹豫地报了警，婆婆被拘留了起来。然而后来老家的亲朋不断前来劝说，最终婆婆还是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中。于婷的娘家得知此事后，对婆婆义愤填膺。她问婆婆，这样做又有何必呢？这么年迈了，不该对儿媳妇好一点吗？等到你年老时，她才能全心全意地照顾你啊。婆婆却毫无悔意，直接对回于婷的娘家，我和你们不同，我有儿子，将来养老并不指望儿媳，这是你们这些绝户人家永远无法理解的。这番话直接激怒了于婷的娘家，书豪匆忙买了车票，将婆婆送回了老家。婆婆离开后，书豪日夜守护着于婷，不停地向她父母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妻子，绝不让她再受到任何伤害。她之所以心软，一是因为和书豪从校园时代就相恋，感情基础深厚；二是看到婆婆得意忘形的样子，她不甘心就这样轻易放过她。所以在书豪不断认错的情况下，这件事情暂时翻过了。然而她暗中开始变得阴暗起来。后来书豪的表现确实不错，她辞掉了国企的工作，和闺蜜合伙开公司。书豪主动承担起家里所有的家务，几年来操持着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、做饭等种种琐事，样样精通，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好男人。然而在于婷的心里，这远远不够。她偷偷地开始吃药，暂时决定不要孩子。每次有应酬时，她都会带上书豪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酒量不错，还因为他能替她挡酒。另外，带着丈夫一同出席，也能避免职场上的性骚扰。虽然书豪有时显得有点没用，但至少还是个男人。如果没有这一点，他早就把他踹了千百遍了。书豪看到他愿意将他带出去，误以为妻子准备提拔他，于是他拼命地喝酒。几年来，他的胃已经出血多次，最近还被查出重度脂肪肝，身体已经彻底垮了。看着书豪的痛苦，他时常撒娇安慰他几句，有时候他甚至会心软到想和书豪共度余生的地步。然而每这个时候，他的内心总是会及时敲响警钟，提醒自己在老家还有个像噩梦一样的婆婆。没想到这种关系维持了一段时间后，婆婆又出现了。她凝视着书豪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我最后再说一次，他哪里来的就往哪里去，
立刻离开我的家，如果不走，1星期之内我就把房子卖了，我们离婚。”一听到离婚，书豪又开始软弱了，低声求他再忍2天，他会找地方把老太太送过去。没想到老太太又跳了出来，指着书豪的鼻子大声说道：“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他说离婚就把你吓成这样，让他离，他也不敢。几年不生孩子的女人，谁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呢？不敢，我怎么会不敢？要不我们试试？”于婷挑了挑眉毛说道：“既然到了这一步，书豪干脆也不装了。婷婷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对我早就没有感情了。不管我对你多好，这块石头是捂不热了，不如我们就此分开吧。但是你公司的股份和这个房子必须分我一部分。”这番话让于婷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她调侃道：“你在开玩笑吧？咱们婚前可是签过财产公证的，这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，你觉得你想要就能得到？”书豪这才恍然大悟，点点头说道：“除了这房子，你的公司确实是我们婚后共同经营的，按理说我也应该有一半的份额。公司……”于婷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或许你不知道，最近几年市场环境很差，我们公司已经负债近200万了，你愿意帮忙分担一部分吗？书豪听了吓了一跳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就算公司亏损，你自己应该还有存款吧？”于婷没有理会他的话，直接打开手机银行，让他自己看账户余额。书豪看完后叹了口气：“你真是够狠心的。”他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，这些年的打算并非没有用处。其实1年前他已经退出了公司的合伙人角色，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每个月拿着6000元的工资，但这些书豪并不知道，所以他提及的负债只是为了吓唬他。公司账面上虽然看起来不乐观，但也没有那么糟糕。书豪的妈妈听完这番话，又要发表意见，被书豪一声怒吼给打断了。他心情烦躁，表示要出去走走。书豪一离开，屋里只剩下于婷和婆婆。于婷眼神坚定地注视着婆婆，让她不禁悻悻地离开了房间。晚上，她决定回娘家一趟。毕竟这是大事，需要跟父母商量一下。然而当他走到地下停车场时，发现自己的车被砸了。他抬头看着天花板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他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、不敢还手的小女孩了。他现在的作风雷厉风行，对待坏人毫不手软。今天早上他开的车是公司的，上面挂着公司的牌照，所有权也归公司所有。他自己的车前几天送去维修了，这2天暂时只能开公司的车代步。这辆车从早到晚都没发生过任何问题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被人砸了，这简直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。于婷立刻打电话把闺蜜喊到现场，拍下了破坏情况后，又去物业调取了监控录像。监控里清晰地拍到了破坏者的脸，竟然是老太太。搜集完所有证据后，闺蜜果断报了警。这辆车的价值超过40万。老太太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吓得腿都软了。闺蜜表现得非常有骨气，坚定不移地追查到底，最终导致老太太因涉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被逮捕。这件事也给老太太上了一课，让她认识到这是个法治社会，不能凭借一时的胡闹逍遥法外。或许以前她侥幸蒙混过关，现在却碰到了真正坚决的对手，这让她不禁感到荒谬自己的幼稚心态。于婷又一次向书豪提出离婚，书豪仍然不同意。他冷静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按照法律程序来，
但是他也提醒书豪，到时候他的负债可能会让他受损。书豪听完叹了口气，他这些天已经费尽心思查证过了，发现于婷所说的都属实。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独立的人，比他在财务上还要干净。这些年来，家里的开支全由于婷一力承担，所以他的存款还都在那里。如果真的要打官司，说不定他还要分一大半给于婷。想到这一点，他心一软，便毅然签署了离婚协议。1个月的冷静期后，他们终于去领了离婚证。离开民政局的时候，书豪小心翼翼地询问于婷能否帮忙求情，毕竟老太太年纪大了，放过她也是应该的。于婷表现出了她的骨气，现场给闺蜜打了个电话，装模作样地求了几句，抱歉，没有办法，谁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，他们说了，想和解就得赔钱。于婷说完便潇洒地离去了。书豪心知他手里有存款，至于愿不愿意为自己的母亲出头，那就看他的良心了。事情的后续他懒得再管了。闺蜜的性格他了解得很清楚，对恶人向来不手软。老太太这辈子胡搅蛮缠，这次算是碰到了对头。几个月后，他听说远在老家的钱公公也和老太太离婚了。这在当地可算是个轰动事件，老头子宁愿冒着被议论的风险，也要和老太太划清界限。那么大年纪了，还愿意拼一场，真是让人佩服。老太太这辈子闹得人尽皆知，总想着如何甩掉老头子，没想到老了自己反而被甩了。书豪为了这些事情烦恼不已，时常一个人在街头买醉发愁。据说他的脂肪肝状况又加重了，已经住进了医院。有人说，女人若不狠心，地位就难以稳固。这对母子的罪行多端，害得他失去了孩子，现在终于尝到了报应。他也因此摆脱了过去的困扰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向阳而生的他，反杀不难，逆风翻盘。查看详情。结婚以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婆婆是个远近闻名的泼妇，我可太高兴了，因为我妈也曾泼霸一方。我要是没个对手，这一身的真传手艺可就要白瞎了。听说我和黑马结婚以后，同事们都露出了一种尬笑的神情。不会是那个工作了几年，跑去读了研究生回来，现在在市一中当老师的那个黑马吧？我点头称是。他这个姓，他这个名，估计全国也找不出来几个。我曾经还因为他这个名字取笑过他，只不过现在我笑不出来，因为大家的表情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忍不住问。没有，他能有什么问题？心直口快的刘姐说，有问题的是他妈。说了一句，就已经有同事阻止他。这些事当着小江说不合适。我叫江小鱼，刚刚通过公务员考试，到了这个单位。读研期间，我和黑马就领了结婚证。毕业后，他回老家这边工作，我也就考公跟着他过来了。至于我那婆婆，我也就刚到的时候匆匆地见了一面，没有太多的接触。同事的话已经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催促着刘姐快点说，你看人家正主都不在意呢。刘姐对了那人一句，开始给我普及我那婆婆的光辉事迹。这一说不要紧，一开始就是刘姐一个人说，后来大家一窝蜂的都加入了进来，再后来甚至其他办公室的人也过来凑热闹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我也算听了个明白。我那个婆婆是个厉害角色，说白了就是泼妇，极品泼妇，见谁打谁的那种。对婆婆闹小姑，左邻右舍，小商小贩，就没有她不下手的，因为实在是太厉害。
导致他儿子，也就是我老公一直也找不到对象。只要是介绍对象，一听是姓黑的，都要问一句：不会是马大婶家的那个黑马吧？得到肯定答复以后，那一定就是避之唯恐不及。你可饶了我吧，啥人家的闺女会嫁他们家呀？那还不得让那个马大婶生吞活剥了？我认真的听他们说着，手掌不知不觉地摩挲起来。大家以为我害怕了，说的正热闹的氛围突然一下子冷了起来。我诧异，继续啊，怎么不说了？你不害怕？刘姐疑惑地问我。我这叫知己知彼，总要先有点心理准备吧。听说我这么说，大家便也没了顾虑。我越听越兴奋，这简直就是棋逢对手啊！我也活了快30年，除了我妈，我还没见过这么能撒泼、这么能耍赖的人呢。这么难得的人，我可一定要见识一番，否则怎么对得起我自小熏陶得到的真传？在周末到来之前，黑马就提前给我打好了预防针。我妈那个人可能有点难缠，到时候她如果有什么过分的，你就往我身上推，不管是啥，你不要受委屈。那如果我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呢？黑马有点难以置信，毕竟以前我在她面前都是一副知性女子的形象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和她吵为好，不是我护着我妈，是我怕你吵不过她，有你这句话就成。到了周末，我刚和黑马踏进了他们小区，一路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目光朝我射过来，有探究的，有疑惑的，还有愤恨的，但更多的是惋惜的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，更有那心直口快的大妈当着黑马的面摇头叹气，多好的姑娘啊，落到这样的人家，真是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还有那调皮的半大小子对着我喊：你可快跑吧，小心那老巫婆吃了你。黑马紧闭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你不生气？他咬了咬牙，生气也没办法。我妈确实很多事都做得不对，虽然她的本性并不坏。说完，他又急急忙忙地补充：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，我保证。到了黑马的家，那是一套挺大的房子，黑马的奶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。因为知道我要来，黑马的小姑也都过来凑热闹。还好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，接礼物的时候，大家都客客气气的道谢，只有我婆婆面色不愉。买这么多东西要花多少钱呢？以后你们过日子，钱还是要省着一些。说实话，买这些东西确实花了我不少钱，所以这话实际上是有点说到我心坎里的。但是还没等我说话，黑马的奶奶就抢在了我前面。孩子给你买东西，你高高兴兴地收着就行了，就算不合你心意，那也是孩子的一片孝心。你在这里阴阳怪气，给谁看？小姑也跟着附和，就是人家小江有工作能挣钱，想怎么花也不该你这个婆婆插手。我婆婆倏的一下站起来，叉着腰就开队。我让她省钱有错吗？你们一老一小有这精气神儿挑拨离间，不如快点儿给新媳妇预备红包去。说着，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大红包，拍在我手里，拿着。说完，他就气势汹汹地盯着奶奶和小姑。我被这架势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只好求助似的看着黑马。他冲我微微点头，示意我可以收下。我朝婆婆道了谢，大方地收起来。奶奶和小姑被盯得不自在，也都拿出了红包。甭想看我们笑话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捏了捏那红包的厚度，心里已经有了底。随后，婆婆去厨房做饭，我和大家一起在客厅看电视。奶奶看着我，悄悄地挪了过来，神秘兮兮地和我说话。即使我俩中间还隔着一个黑马，你婆婆那个人小心眼，
刚才给你红包，你怎么还真就收了？他现在肯定已经生你的气了，你快去帮他做饭，争取表现好一点儿，要不然将来有你的苦头吃。本来关于做不做饭、洗不洗碗的这个问题，我是纠结了很久的。我妈告诉我，在婆家要勤快，能做的要抢着做，这样才会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可是我在网上看到大家的态度都是，第一次登门不能太积极，否则容易被人拿捏。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黑马缓缓地将伏在他腿上的奶奶推开，转头冲着他小姑说：“小鱼不会做饭，小姑去帮我妈吧。你小姑来了就是客，哪能让她做饭？还是我去吧。”80多岁的奶奶一听要让自己心尖上的老闺女做饭，挣扎着要站起来。我一看，这也不行啊，再这么下去就要打起来了。还是我去吧。即使不愿意，我也就这么进了厨房。进了厨房，也就进了战场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如果让我做饭，我就一定会不小心的摔几个盘子，碎几个碗。炒菜也是火大了糊锅，火小了加生，再加上一点点不要钱的调料，我就不信他们能笑纳我这一顿杰作。反正我做了，做不好那也不能怪我。见我进去，婆婆只看我一眼，就直接把脸拉得老长。你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她口气不渝，以为这样的气势就能吓到我了，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。这点场面对于我来说真是不够看，我也不客气，直接一针见血。我不来，奶奶就要来了。我看他老人家呀，可不好惹。就刚才那架势，傻子都能看出来他们婆媳两个矛盾不小，中间再加上一个挑事儿的小姑子和一个闷嘴葫芦一样的老爷子，想必我婆婆这日子也不好过。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我几乎已经可以想象我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日子。可是思来想去，我怎么越想越兴奋呢？这可不好，得收着点儿。婆婆不说话了，重重地把茄子往水盆里一摔，溅得水花满地。客厅里立刻传来了奶奶的喊声：“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做个饭要拆家吗？”婆婆也不受着，立刻就回嘴：“不做饭就别避避，等着吃的还这么多事儿，火不烧到我身上，我是不管的。他们两个爱怎么掐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我看热闹就好。”正好手边有一把还没择的豆角，我准备一边择豆角一边看戏。婆婆看见了，冲过来一把夺去：“让你干了吗？长辈不发话，你就自己做主。你家里怎么教育你的？就在那儿坐着，啥都不用你干。”我本来已经冲到嘴边的话，被她硬生生地堵了回去。都说了啥都不用我干了，这时候我和她较真，是不是有点给自己挖坑的感觉？于是我非常乖巧地闭了嘴，维持住了我一贯的淑女形象。在她做饭的2个小时里，奶奶拄着拐杖过来溜达了5次，不是看见我玩手机，就是坐在那里发呆，看着忙前忙后的婆婆。她用拐杖指着骂：“活该你受累的命，有福你都不会享。”我试图和婆婆说话，她也没好气地搭理我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吃饭，一大家子坐在桌边等着，我要帮着端菜。婆婆爆炸似的嗓音喊过来：“黑马！”一边说着：“干啥呢？端菜都不知道，就会吃吗？长那么个大个子有啥用？”一边又将我扒拉到一旁：“这用不着你，等着吃去吧。”菜一上桌，我就发现了问题。奶奶面前的菜和我们的不一样，虽然是同样的食材，但是她的明显的比我们的要软烂许多。可是她嘴里吃着还不忘挑刺儿，什么这个咸了，那个淡了，西红柿的皮没去干净，豆角的馅没扒利索。婆婆也一点不儿客气，一句话直接扔过去：“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”小姑看不过要说话，
被婆婆一记眼刀吓退。你信不信我把你轰出去？这话一出，小姑立马蔫了，连奶奶也只动了动嘴唇，最终也没说什么。我这么一琢磨，这是有利在先啊！我这个婆婆果然厉害，有意思。吃完饭，黑马在婆婆的示意下去洗碗，这下可不得了了。奶奶和小姑都不干了，哪有让大男人做家务的道理？我微勾着嘴角看着黑马。毕业以前我们租房的时候，他可是洗衣做饭，各种家务都手到擒来。他叮叮当当地收拾着碗筷，我假意上前伸手，我来洗吧。其实我心里想的是，如果真敢让我洗，那我就真敢摔，谁怕谁呀？这年头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结果事实证明，完全就是我想多了。我的手还没伸到黑马那边，就已经被我婆婆拦下了。谁的儿子谁管，我让我儿子干什么，你管不着。婆婆的枪口自始至终对准的都是奶奶，这让奶奶有点接受不了了。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气得胸口上下起伏。你都已经有儿媳妇了，还总跟我对着干做什么？我有儿媳妇了怎么了？我有儿媳妇就一定要像你一样，把自己在婆婆那里受的气统统的撒在儿媳妇身上吗？我可没有你那么下三滥！啪！厨房里摔了一只碗，黑马满手泡沫，两只手尴尬的不知道往哪里放，手滑了。你们继续。婆婆瞪了她一眼，继续说：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今天我如果让小鱼干活，那用不了明天，全小区都知道我使唤新媳妇。就你那点小把戏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别白费劲了，没用。事后我问黑马，为什么他妈妈和奶奶吵架的时候他不拦着？他说拦也没用，多少年吵习惯了，不搭理他们，他们一会儿就会好。如果他或者他爸插手，那挨骂的就只会是他们爷俩。我不理解，所以你们两个就一直当哑巴。黑马点头，似乎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那如果我和你妈或者你奶奶发生矛盾呢？那我肯定向着你啊。可是打脸来得太快，让人猝不及防。只不过和我发生矛盾的并不是我设想中的那两个人，而正是黑马本人。因为我们的婚房还在装修，再加上我们并不富裕的钱包，为了省房租，我们只能暂时先和黑马的父母住在一起。一回到家，我就发现黑马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就好像变成了残废。他不再会自己洗衣服，不会做家务，更不要说下厨做饭烧菜，甚至每天要穿的衣服都要我提前给他搭配好。终于我忍不住了，和他吵了起来。他不是个固执己见的人，所以听了我的苦水，他也感觉到了不对劲。为什么我一回到家里就忘记了咱们本来生活的样子，就好像我就应该被人照顾一样？我纠正他，你那不是被人照顾，是被人伺候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大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照顾是你不会做的事，我来帮你做；伺候是你本来就可以自己做的事，却非要别人替你做。黑马沉默了，他可能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只是沉默也不过一刻，我就发现黑马奶奶不知道啥时候站在了门口，正目光凌厉地看着我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伺候男人本来就是女人的本分。他开口冷得像冰，既然到了我们黑家，就要守我们黑家的规矩。我问他啥规矩，他拿着拐棍，就像当初指着我婆婆那样指着我。你妈没教过你吗？女人就要相夫教子，照顾好家里才是头等大事。虽然说你有工作，但你也得明白，你先是黑家的媳妇，后才是你自己。连个男人你都伺候不好，你还能干个啥？说着话的时候，黑马就默默地在我身后玩手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
他无动于衷，不说话是吧？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我笑着扶老太太到客厅里坐下，她还不忘趾高气扬地说教：“这才对，当媳妇的就该有个媳妇的样子。”我笑着称是。等她坐好了，坐稳了，确定不会栽下来的时候，我开始输出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可能真就是什么都干不好，但是也比你连人话都不会说强。我江小鱼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我爸妈的女儿，是我老公的妻子，是我孩子的母亲。但是没有一条可以证明我和黑马结婚以后就变成了他的保姆。也许你以前就是这么要求我婆婆，那我管不着。但是你现在这么要求我，对不起，我不吃你那套。本来以为婆家第一仗毫无疑问是和婆婆打，可没想到却是和婆婆的婆婆。这下我可是捅了马蜂窝。本来一天一天也不说话的黑马他爸第一个站出来不干了。你这孩子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黑马也不玩手机了，巴巴地跑过来指责我：你怎么好的不学净学坏的？你这一套一套的，跟谁学的？我一声冷笑：我跟谁学的？跟我妈学的。话音刚落，我那正忙活着的婆婆也放下手里的活计跑了过来。没错，闺女，就是跟妈学的。吵架这块妈有经验。我想了想，这里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误会，不过这不重要，因为我婆婆已经接过了我的接力棒，开始了对那爷俩的轰炸。平时我和老太太打得鸡飞狗跳，怎么不见你们两个说话呢？怎么人家小鱼刚说几句，你们就跑过来多嘴了？嫌你们长嘴了呀？那该说的时候咋不说呢？说着，他又指着黑马爸爸：我刚嫁到你们家的时候，你妈就用这一套说我，现在又拿这一套说小鱼。你们一家人的心就和你们的姓一样，都是黑的。中途老太太插了一句：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谁家的婆婆不威风，谁家的媳妇不受气。我婆婆瞥了她一眼，语气轻蔑：你知道为什么人类在进步吗？就是因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再听老顽固的话，你自己被欺负了半辈子，心里不平衡就来欺负我，现在又看着小鱼不顺眼，又要用你那老一套要求他。我被你欺负了那么多年，才明白自己不应该逆来顺受。现在小鱼当了我的儿媳妇，那我就要让她一开始就知道，这些封建糟粕就应该趁早踩碎了扔马桶里冲掉，省得让她祸害人间。这下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马大婶也并不一开始就是泼妇，只不过被生活折磨的不得不泼罢了。黑马父子都不说话了，老太太因为稳稳当当地坐在沙发上，除了气得有点气息不稳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碍。我悄悄地问婆婆：不会气出什么毛病来吧？她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告诉我：不会，天天这样吵，她练出来了。经此一事，我和婆婆的关系突飞猛进。黑马带毕业班，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，天天的也不见个人。倒是我和婆婆接触的时间比和她接触的还多。我和婆婆一起上街，我发现她这个人对金钱有着不一般的执着。只要是上街买菜，她必带上一瓶矿泉水，挑好了菜，称之前一定要先用矿泉水试一下人家的称准不准。这要是准的还好，如果真让她发现了谁家的称不准，那这家商贩可就要倒霉了。她这样做的后果就是，满菜场的人一看到马大婶到场就开始紧张，倒也不一定是称有问题，还有可能是怕我婆婆砍价。和她出去的次数多了，我发现她这个人实在是太能砍价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不要脸的意思。30块钱一斤的排骨，她给人出28、51斤的虾，她给人出45。就连买蔬菜，
都要顺人家2根香菜1颗大葱，不同意那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那里和人唠。据说最长的一次，他和卖货的整整的耗了2个小时。如果不是快要赶不上做晚饭，他还没打算完。自那以后，商贩们都学乖了，反正他一个人也买不了多少，少挣一点儿就少挣一点儿吧，总比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别的买卖强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说习惯了，也当个发泄。当初他年轻的时候，老太太对他的要求可以说是苛刻至极，每天多少的菜钱都有数，1分钱也不多给，要买什么菜，买多少，也都必须照做。如果有哪里做的让人不满意了，搞不好还要被黑马爸爸拳脚相加。这就导致他每次买菜都必须精打细算。后来发现精打细算也不管用的时候，他学会了和人砍价，结果意外地发现，和人砍价拌嘴的这个过程，居然让他特别减压。和别人斗完嘴以后，整个人都显得特别轻松。慢慢的，他就把这当成了一种发泄。我问他，既然都已经过得这么辛苦了，为什么不离婚？他告诉我，过去那时候哪有什么离婚的，尤其是乡下，离婚是会被人看不起的。他不知道，所以压根儿也没动过离婚的念头。后来搬到了城里，才知道原来城里的婆婆不都和她的婆婆一样，她才开始有了反抗的意识。直到那一次，她又一次被男人打，火气上来，直接抄起一把菜刀，追了男人3条街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，菜刀一扔，擦着男人大腿过去，把裤子削了一个大口子。我那时候就想宰了他，大不了我给他赔命。可是自那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敢和我动手了。我和他妈吵架，他屁都不放一个。当晚我决定请婆婆吃饭，她有些犹豫，家里还有2人等着吃饭呢。我嗤笑一声，他们没手没脚吗？你不做饭，他们还要饿死不成？他笑了，眼里带着兴奋的光。我人缘不好，平常连个一块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言下之意就是他并不是不想出去放松一下，而是一个人去了也没意思。以后我陪你。吃完饭，我又带他去买了几件衣服。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是几年前的老样子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8点多，老太太母子俩就坐在客厅等我们。我们前脚刚进门，他后脚就机关枪一样的开始向我们扫射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几点了？你看看表，快9点了。你不知道家里还有2个人张着嘴等着吃饭呢，你就不能按时按点的回来，把饭做好了摆在桌子上，我们都要饿死了。你总是嫌我挑你毛病，你要是都做好了，我不就不挑你毛病了吗？还有小江，他突然把话头指向了我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也一点不懂事，一天到晚总往外跑什么？你男人不在家，你就不能好好的在家里待着，跑外面去也什么？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，娶了你们2个这样的玩意儿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婆婆已经气得双手微微发抖，我轻轻地按住她，示意她没事。等老太太说完，我已经换好了鞋，挂好了大衣。你说完了吗？我平静的语气与她气急败坏的架势截然相反，这样巨大的反差倒是让气氛一下子冷静下来。你要是说完了，就换我来说。首先，你们吃不吃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嘴长在你们自己身上，那饭是要放在嘴里吃的，难不成我吃了饭你就不饿了？老太太张嘴要反驳，可我比她还快。别说让我妈回来做饭的话，你不会做饭啊？那在我妈嫁过来之前，你都吃什么呀？喝西北风还是吃屎啊？还有我是和黑马结婚，我出去吃饭逛街，连黑马都没说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
我前半辈子是吃你一口饭，还是喝你一口水了？你家是住海边吗？管得怎么这么宽呢？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真是开了眼了。我那个一向不插言的老公公说话了：你怎么说也是小辈，长辈训话你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别学你妈，变成个泼妇，这话可不得了，直接激怒了我婆婆。可能是觉得在我这个儿媳妇面前面子有点挂不住，她又直接进了厨房，抓了一个擀面杖出来，冲着他老头就要打。我赶紧拦下，示意他先不要动。我笑了笑，保持住了礼貌：爸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我们都是女人，你让我们忍，你知不知道忍一时卵巢囊肿，退一步乳腺增生啊？所以呀，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，该发泄就是要发泄出来的。你看啊，你是个男人，你没有卵巢，你的乳腺呢，应该也没发达到可以增生那份上，所以这种事儿啊，你就忍一忍。你说的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所以待会儿我妈拿大擀面杖削你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忍住。男子汉嘛，要说话算话。我说完了，示意我婆婆可以上了，谁知道她却愣在那儿，拿着擀面杖的手软软地垂在一边。老太太气得够呛，哆嗦着嘴唇，翻来覆去的就是一句：真没有家教，我要让黑马和你离婚。我管他呢，还真以为我从小是吓大的，他让离婚就离婚啊，真当自己是慈禧太后了。再说了，如果黑马真因为这点事儿就和我离婚，那我真谢谢他。晚上我去厨房喝水的时候，婆婆轻手轻脚的也出来了：小鱼，明天请个假，陪我去一趟医院吧。我疑惑：你怎么了？谁没事儿也不会想去医院玩玩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想去做个检查，这里长了个疙瘩。她摸着自己腋下，平日里泼辣惯了的人竟然也表现出了羞赧的一面。从她的手放上去的一刻，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子。乳腺好，我马上和领导请假。我的假倒是请得挺顺利，但是我们去医院的过程却一点儿都不顺利，因为黑马的爸爸不给钱。现在去一趟医院要多少钱啊？屁大点的毛病挺一挺就过去了，还真当自己多金贵呢。因为这个，免不了又是一场嘴仗。最后眼看着我提前挂好的号要到时间了，我拉着婆婆就走，不跟他们废话了，看病要紧。到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婆婆在这个家里一点经济地位都没有，不只是以前，即使到了现在，花多少钱，花在哪里了，也都要一笔一笔的记清楚。就连我登门时给我的那个红包，那也是和黑马爸爸结结实实的打了一架才要来的。可气黑马那个当儿子的，居然都没有一点思想觉悟，都这样了，也不帮着他妈一点儿。想起来我就生气，索性直接打电话把黑马骂了一顿。他还有点莫名其妙，哼，活该。婆婆紧张的要命，坐立不安地问我：你说的那个忍一时什么囊肿增生的，是真的吗？看得出来，她这个病困扰她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如果不是做昨天无意间说出来那句话，她还下不了决心去看。其实也不一定是下不了决心，而是她没钱。我只好安慰她，也不一定的，先不要担心，看看医生怎么说。其实我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同样紧张地揪在一起。腋下疙瘩让我不得不往一种可怕的病上联想。当初我大姨妈去世的样子，我还历历在目，烂了那么大一个窟窿，血水混着脓往下流。我不敢再想了，可止不住的心里对婆婆怜惜。她并不是传说中那么可恶的泼妇，她不过就是一个被欺压到不得不发泄的苦命女人而已。即使她已经苦成了这个样子，她还是在我到来的时候
尽力的把他能给的都给我。他就是那种经历了风雨，所以要给我撑起一把伞的人。看着他因为紧张害怕而不自觉地搅在一起的手，我也伸手轻轻地附了上去。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我陪着你。他落在我手上的视线渐渐地抬起，一双因为岁月冲刷而失去光泽的眸子里竟然染上了氤氲水汽。好在结果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坏，只不过是一个良性肿瘤。即使这样，医生也建议手术切除。黑马知道后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医生告诉他，婆婆长期处在郁闷压抑的环境下，心情的不愉快很有可能是导致肿瘤的直接原因。她沉默良久，这2年都不再抽烟的她一根接一根的抽掉了一整包。我知道她心里的某种认知正在崩塌。婆婆说不做手术，要回家，因为做手术要花钱。黑马爸爸和奶奶在知道这件事后，反应出奇的一致。良性的嘛，以后注意观察就行了。医院让做手术，那就是为了挣钱。黑马终于怒了，爆发了。这是说的什么狗屁话？他不管你，我管。事实就是，在婆婆住院做手术的那段时间里，不要说她婆婆了，就是和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那个男人，连过来看她一眼都没有。疫情严重，我们就不过去了，这是他们的原话。我和黑马轮流的在医院里照顾她，但是因为黑马带着毕业班，而我工作比较清闲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在顶着。婆婆一改往日里锱铢必较的性格，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我怕她心里想不开，变着法的逗她开心。可是我和她并不太熟啊，满打满算认识也没有多久，所以总归有些尴尬。快出院的时候，她把我和黑马叫在一起，表情非常严肃。如果我和你爸离婚了，我能不能先去你们那里住一段时间？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简直要欢呼起来。早该离了，忍了这么多年，白白的折腾自己。可是这话不能由我说呀，他儿子在这儿呢。我以为黑马还会像以前一样在中间和稀泥，甚至我已经做好了他要是不支持离婚，我就和他大干一架的准备。但是离吧，我支持，没有其他多余的话。黑马简单明了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我也赶紧跟上。我们那里你想怎么住就怎么住，以后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婆婆紧紧地闭了闭眼，在睁眼时便满是决绝与过去的决绝。可是离婚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，公公不同意，老太太更是骂得厉害，什么养汉的老婆、偷人撩汉之类的话都出来了。我和婆婆也没惯着，各路本事都一块使出来，骂得他们母子一点还嘴的余地都没有。黑马更是直接收拾了我们的东西就走。好在我们的房子也装修完了，稍微的收拾一下就能住。自此，婆婆正式的离开了那个欺压了她半生的家，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发现婆婆的情绪好了许多，但是整个人还是非常拘谨。我知道她考虑的是钱，我都快60了，名声又那么差，哪有招工的会要我呀？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为啥这边的人都知道你不好相处呢？就算你以前总和人闹别扭，那也不至于传得满城都知道啊。前几年有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去了，我也没成想会弄这么厉害，差点害得黑马找不到对象。拍视频传到网上，我好像发现了生财之道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婆婆，她还有点不相信。结果我们只试了一次，婆婆自带流量，当天视频就爆了。同城的玩某音、某手的，见过马大婶的多了，这回正主亲自出来，还是和儿媳妇一起教大伙儿怎么对人。如果这都不火，那什么能火？
很快的各种留言都出来了。马大婶这是要开班收徒啊，要把你的独门绝技发扬光大，还真有人敢嫁给他儿子啊！看这姑娘挺精神的，怎么脑子不大好使？快点儿多发一点，我等着学呢。每次和人吵架都发挥不好，报了一个就有第二个，很快的广告就开始找上我们。当我们第一笔提现的时候，婆婆哭了，因为绑定的是她的银行卡，所以那些钱真真正正的冠上了马寻芳的大名，挣钱了，也没有烦心事了。婆婆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不发火了，不吵架了，连平时看到她就像看到瘟神一样的小商小贩，也都能看到她的乐呵模样了。大家都很诧异，这个马大婶是中彩票了，还是撞邪了？其实都不是，是视频发的多了，婆婆火了。那些视频开始被一些老家的人看到，有一些实情也逐渐地呈现在大众面前。其实我们拍视频的素材很多都源自婆婆年轻的时候，她的婆婆对她的刁难，所以被人看到以后，难免的会在平台上把实情说出来。这样的话出现的多了，大家心里的天平自然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倾斜。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婆婆突然的变化，网上抨击她的声音渐渐地少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理解，是安慰，是祝福。那种承受了多年的委屈，突然有人理解的感觉一下子喷涌而出。结果就是婆婆录了一段道歉视频，她对着镜头平静地讲述了她半生的故事，似乎说的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身上的事。故事讲完了，她又认认真真地给大家道歉，给每一个承受过她情绪垃圾的人道歉，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过她的老公和婆婆一个字。婆婆和我们搬出来住有几个月了，公公都没有过问过一声。听说不是她不想接婆婆回去，而是老太太不让，她就憋着那一口气，想让婆婆熬不住自己回去，再心甘情愿地伺候他们俩，当他们的老妈子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婆婆非但没有她设想中的落魄，也没有和我这个儿媳妇打到不可开交，反而在网络上成了红人，每天或多或少的都有收入进账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才知道慌了，可是早已经晚了。婆婆说，如果我刚搬出来的时候她就来接我，我还有可能和她回去，毕竟那时候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。可是现在我太知道我想要什么了，还想让我回去给他们当牛做马，做她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自从婆婆火了以后，就有那么一帮黑粉到处给婆婆泼脏水，有黑粉自然就有红粉。在大家的自发努力下，居然发现婆婆的黑粉头子竟然就是黑马的小姑，而且当初让婆婆背上泼妇骂名的那几个视频也都是她发的。她和谁是一伙的那就不用说了，可笑她还在网络上蹦跶，到处造谣婆婆如何如何。可惜以前的婆婆确实泼辣的过分了，让人抓住很多把柄。可是现在她说的那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，就是诽谤。我和婆婆一合计，决定先不管她，想要使其灭亡，必先让其膨胀。眼见着婆婆越来越红，粉丝越来越多，杀红了眼的小姑后来竟然不管不顾地带上了马大婶的 tag。 毫无疑问，这使她的点击量、浏览量和转发量纷纷暴增。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刻，时候到了，自然就要收网了。然后小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、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，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，会构成诽谤罪。
黑马小姑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定罪量刑。老太太知道以后，也顾不上她腿脚不好，年纪老迈，在她儿子的搀扶下，两个人跑到我家里兴师问罪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婆婆撤诉。撤诉可以，痛痛快快的离婚，财产均分，这是婆婆给出的条件，简单明了。老太太气得脸色发白，举着拐杖就要打。我伸手一把抓住，不想让你闺女坐牢就老实点儿，你那套老古板现在不好使了。这次婆婆也没生气，说话也轻声细语的，没有了丝毫往日的泼辣。听说你那宝贝外孙子想考公务员是吧？那如果他有个犯了罪的妈，你说他还能不能考呢？你说你那宝贝闺女要是知道你们为了钱不救她，她将来会不会怪你呢？这话虽轻飘飘的，却像当头一棒，打得老太太差点站不住。我赶紧把拐杖给她稳稳当当的放在地上，可不能让她讹上我。她这样的人，保不齐就做得出来。回去好好的想想吧，我给你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了，这点条件你们不亏。果然还是亲妈疼闺女。老太太母子回去没多久就同意离婚了，财产均分。可是那套大房子也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婆婆明确表示不要房子，只要钱。老太太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，也凑不够那房子市价的一半，想让小姑家里出一点儿。可是人家说那是你儿子的家务事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没办法，法院可不等着他们就只好卖房子。好不容易钱到手了，离婚证到手了，婆婆撤诉了，黑马的爸爸和奶奶没有了房子，只好用手里仅有的钱买了一间小房子住着，又小又破。小姑呢，没了身上的案子，也不再假装她的柔弱，直接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她老娘的身上。要不是当初你让我泼她的脏水，我也不至于惹官司。说到底都是你的错，幸亏你还有点良心。如果万一耽误了我儿子的前途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即使这样，小姑对他也再没有了以前的亲近，没有了儿媳妇的伺候，也没了亲闺女探望。老太太的晚年生活过得那叫一个惨，儿子什么都不会干，被人伺候习惯了的大爷范儿。老太太又心疼儿子，又有一种女人就是要伺候男人的老思想，没办法，只能她亲自动手。可怜她80多岁了，还要每天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给自己的儿子洗衣做饭。她想让儿子再找一个老伴，其实就是想给他们两个再找一个免费的保姆、老妈子。可是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那点事儿，谁会愿意掺和这趟浑水？这下可好，老太太自己做天做地了半辈子，到头来做得自己儿子妻离子散，做得自己晚景凄凉。婆婆真就拿着分到的钱，自己出去买了一套房子，从我们那里搬了出去。只是偶尔我们两个还会在一起拍视频。有一天我刚架好了机位，她就气冲冲地进来，进门就冲我喊：你今天是不是去商场了？有俩闲钱你就糟，我看看你是不是去买那个镯子了？我有点懵，没有啊，我没去啊，没去，我不信，有人都看到了。不行，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看看。纵然我和他相处得不错，甚至可以说相处愉快，但是这时候我也有点生气了。我说我没去就是没去，我这录着像呢。可他还是不依不饶，径直上来抓我的胳膊。你让我看看能死啊？有俩骚钱你就烧包。我挣扎，可是力气竟然没有他大。我是真的生气了，索性让他看，大不了我直接把这段视频发出去，让广大网友评评理。就算不发，我也得拿着这视频去找黑马好好的告一状。谁知道我这脑子还没转完，
就感觉手腕上一凉，一个沉甸甸、金灿灿的大金镯子已经挂到了我的手上。我吃惊地看着婆婆，她反倒笑了。早就看你喜欢，去看过好几次了吧？今天妈给你买了，不光有镯子，还有耳环、项链、戒指、手链，妈都给你买齐了。她打开手里的小包，一个一个的往外掏，这得多贵呀！我的嘴角已经有点下不来了。她有自己的思想，不听我的话。婆婆一边往我身上带各种金器，一边念叨：我今年60，就当我再活20年吧。这20年自在快乐的日子，都是你帮我争取来的。说着，她拿出手机，开始按计算器。这点东西花了5万块钱，平摊到20年，那一年就是2500，一天就是不到7块钱。不到7块钱就可以买我一天的开心，你说贵吗？贵吗？确实，好像不贵。哎，不对，他的快乐难道都要归功于我吗？好像也不应该。哎，说到底还是我婆婆这人不错，其实我也不错，大家都不错，这日子才能过得不错。对呀，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一定就是这样，你们说对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